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我今天呢又在网上逛哈，看到一款包，这个包吧，这种风格我从来没有做过，所以今天呢我想尝试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制作包带，这是制作包带的材料哈。这个织带宽度呢是3.2厘米。这个口子扣，一个日字扣的内径呢也是3.2厘米。这些材料啊，在我橱窗里呢都有。我们把织带呢剪下一段哈，然后呢把它穿过口子扣，我们车一下固定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剪4份材料。这4份材料上面呢，都烫了180克的铺棉，和大家说一下这个铺棉的尺寸哈。这个是一个等腰梯形，这条边呢5厘米，这条边呢10厘米，它的高呢是7厘米，我呢都放了1厘米的缝缝。我们把下面这条长的这个边哈向上折，然后呢熨烫一下。那材料呢正面和正面相对，那这里呢我们夹上一个口子扣哈，摆中间哈。我们车上这3条边，那这片呢也是一样的，向里烫进一个缝缝，也是正面和正面相对。那这头呢，我们夹上包带的一端，同样的，我们车上这3条边。车好以后呢，把缝缝啊修剪一下，留5毫米呢就可以了。这样翻到正面的时候呢，会平整些，然后用熨斗熨烫平整。接下来咱们套上日字扣，然后穿上口子扣，再穿回日字扣，在这儿呢车一下，把它固定住。接下来呢，和大家介绍的是咱们的主体材料。主体材料呢，面子1份。里子1份，这个是一个帆布面料，非常的硬挺，所以我就没有烫衬哈。2块材料大小是一样的，它们的长度呢60厘米，宽度呢33厘米。我们呢首先要进行一个折叠熨烫，2份材料呢都是要熨烫的。咱们首先熨烫1份哈，这条线呢是中心线，那这儿的宽度呢是3.5厘米。我们呢这样子在3.5厘米这个地方呢折叠过来，然后呢熨烫一下。为了方便解释哈，我呢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子形。那这儿呢就是咱们材料的中心线。那每次呢这儿是3.5，这儿3.5，然后4厘米，这儿呢3.5，这儿2.5。我们折叠的时候哈，就是这儿3.5折叠一次，4厘米折叠一次，然后呢也是这样子4厘米折叠一次，折过来以后，这儿呢是个2.5，这样子折上来。那我们这些折叠的边啊，对准的都是中间的这条中心线。折叠好以后呢，我们要用熨烫哈，把它们都烫死，把面料里子面子呢都这样子熨烫一下。那这边的熨烫尺寸哈，和这边呢都是一样的。现在我把里子和面子呢都熨烫好了，这儿有2个点和大家说一下哈。刚才给的这个纸型啊，这些数据加起来呢，它这个长度是58厘米，因为这个数据给的是60厘米嘛，差了2厘米。这个2厘米啊，就是这儿的一个2厘米哈。这个2厘米一会儿我们做拉链时候的缝缝。还有一个点呢，就是我们在熨烫的时候，面子的正面是烫在外边的，那里子的正面咱们是烫在里边的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材料啊打开，然后两边呢我们搁上一根拉链，这个拉链的长度呢是33厘米哈。然后我们把拉链呢齿冲里搁在这儿，这边呢咱们也搁一根儿，然后呢盖上咱们的里子材料，正面和正面相对哈。盖好以后啊，我们两边各车一条线，翻到正面呢再车上窄边。拉链车好以后呢，我们根据刚才熨烫的褶皱哈，我们把它折回来。为了后期制作方便，我们这时候最好拿熨斗哈，再把它定型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儿不是有4个棱嘛？那我们在4个棱上哈，分别车2毫米的窄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装上我们的拉链头哈。这个树脂拉链啊，还有那个铜纸拉链，做之前的2头啊，最好处理一下。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电剪哈，可能齿就不太好剪了。那车的时候哈，大家一定要绕过这些齿，因为这个齿呢会把针给弄断。
接下来我在两端呢装上这个工字扣哈，我两边今天装都是我。我看有朋友到我店里边来买东西，经常忘记把这些工字扣和指扣给带上哈。有时候呢，我会少量的送一些给大家。现在拉链呢我就做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拿出最早做好的这个包带材料哈，我们把这两头呢塞进这个里边梯形里边。我们呢尽量往里塞，那塞呢最好塞到这个装工字扣的位置哈。两头塞好以后呢，我们车一个窄边。刚才呢我去车了一下，把我那缝纫机上面最粗的那根针啊都给弄断了，这儿实在是太厚了哈。我刚才发现我有这么一个工具，这是之前啊我玩皮具的时候买的一个毡子哈，排毡。那现在呢我用它先打上眼，然后呢再手缝。朋友们，真的轻敌了。我嘛原来觉得这个包应该挺简单的，因为就是折叠上面讲究，然后两头一塞，车一下哈。你这不争气的缝纫机动都不会动，这么压在那儿太厚了。我也不能说缝纫机不争气哈，我估计这个厚度，我爸那缝纫机也费劲儿。这个包吧，做上以后吧，觉得还挺好的。我刚才放过了哈，能放水杯，然后还能放手机。风格呢也是挺酷的哈，做了一半哈，你说这时候说不做了，我就特别的难过，我必须要把它做好，我就舒服了。这期视频内容就这些了，感谢您啊，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帮忙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